大家好，关于结球莴苣呢，今年的种植目标呢是打算要取代大陆妹啊，所以在天气还没有转凉之前呢，就已经开始种植了哈。而这一旁则是土生的新西兰菠菜啊，个人习惯是这种自己长出来的菜呢，就尽量集中在一起哈，可以方便采收啊。加上种在这休养过的土壤呢，完全不用照料哈，就可以长得非常油亮。由于今年的天气呢，气温下降的时间晚了好一阵子啊，而这种极端气候呢，家庭种植最好也要有新的思维啊，不然呢，缺菜的时候菜价是真的很贵啊。也因为气候的缘故呢，前半段的时间是真的很难结球了，所以前半段时间呢，算是真的完全达到替代掉大陆妹的效果了，只能用熟食的吃法了。至于为何要这样做这算是一举数得的方式啊，可以用一种菜呢取代2-3种菜的效果。当天气热的时候呢，结球莴苣不容易结球了，此时就用热食的方式了。但当天气转凉后呢，进入结球阶段奢侈一点的吃法呢，也是可以采用热食的方式啊，甚至还会比大陆妹还细嫩啊。就莴苣类而言呢，可能家里煮法都一样吃起来就只是细嫩度上的差别啊。但结球莴苣呢，就算单炒或是煮汤煮火锅也不容易出现苦味啦。而结球后呢，又可当生菜直接吃唯一的缺点就是种植所需的时间呢，感觉上会比大陆妹还久啊。毕竟呢，还得等它结球完毕也因此呢，在不同的地点呢，一波又一波的分批种植外呢，也顺道进行不同土壤湿度对于生长与速度上的差别比较。趁 Coffee 还没遥望沉思完的时间呢，就继续把使用成果讲完假日回来的小孩呢，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把菜肉做个排序越喜欢吃的呢，摆越下方大有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不喜欢吃菜的原因呢，通常菜是摆在最上方一口就把它吃掉。说法是呢，这样会越吃越开心不过呢，吃结球莴苣就不一样了它要求呢用盘子装下方先摆结球莴苣跟生的刨成丝的高丽菜接着是玉米笋与芦笋最上方摆的却是肉类今天看他吃的时候呢，竟然是先吃肉一路吃下来呢，最后吃的却是结球莴苣不过呢，这也是因为没有用药或肥料，才可以吃得这么安心对于蔬菜而言呢，小孩子们看到就像得了厌食症现在却可以这样吃掉只能说汉堡与沙拉的力量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你喜欢吃生菜沙拉或是吃汉堡三明治时呢，包在里面的生菜总是觉得吃不过瘾就可以尝试自己种看看当季节对的呢，种起来就会轻松非常多也完全没有虫害了。不过呢，自然农法不施肥种的菜呢，都自带甜味也是居功厥伟而刚才打包的呢，就是他们主动要求要带回家吃的。由于发现福山莴苣虽然也是大陆妹的品种但跟之前种的大陆妹呢，看起来感觉略有不同于是就再次尝试种看看当然事情也不是这么单纯这福山莴苣跟绿卷须生菜呢，
还同时被拉入防虫网的种植设计中啊，一起担任溪地外围靠网处阻挡叶菜蛾的栖敌角色啊。在移植之前呢，就算育苗处长的草建议是别多余的进行除草啊。真要除草呢，等幼苗移植完再处理就好会这样说呢，当然是又有人在别处呢乱帮忙除草把菜苗弄得乱七八糟实在是很想弃守前院这块地再回头专心弄后院就好。关于溪地整理呢，个人是习惯只先将溪地内部挖松至于边坡呢，省事的方式呢，就让它继续留着了，这样就不用再进行镇压就可以很稳固了。这对于比较有保水问题的土壤呢，会帮助不小。不过呢，个人是因为偷懒的原因外呢，调整边坡也会比较容易整齐啊。而这幼苗虽然还很小但移植的时间考量呢，就只是个人方便作业的时间幼苗小呢，只要把细根保留住问题是不大了。只不过呢，因为在个人的特殊种植环境下呢，存在着特殊的天敌因此觉得呢，植株的距离呢要大一点这样可以留存到最后的生存几率会高一点一般是物竞天择，这场地呢却是靠机会与命运来决定蔬菜的存活率啊。不信您看才刚种完一些呢，再去移苗的过程溪地上就出现了破坏者的足迹啦。于是呢，只能加个暗示用的阻挡措施但是呢，这是个人有表达能力的问题嘛。郭菲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嘛，明明自己是乖乖的坐着但这招坐在溪地上呢，确实很高明啊。通常手上的工作不放下也很难嘛。郭菲可能是知道呢，吃饭皇帝大顺道下了该放饭的指令了，而这也是个人的特殊解决办法啦。将菜呢的间隔分开一点降低被破坏的机会不然10公分宽呢，应该就足够了。3天后下雨的好处是狗就不会再下田了，因此呢，慢烟沟草呢，也许也是个降低狗害的方法。谢谢收看。